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国庆节前，女同事高调宣布自己和公司太子爷即将举办婚礼，办公室里所有人都收到了她的请柬，唯独跳过了我。还不等我开口问，她就气势汹汹地到了我面前。要是我没看错的话，上次就是你从我老公车上下来的吧？现在我正式通知你，离我老公远点，年纪轻轻干什么不好，别学人家当小三。所有同事一边夸他大气，一边嘲讽我不要脸，麻雀还想飞上枝头。从此，我整理好的文件会一夜消失，就连办公桌上都被人用口红写了小三的字样。婚礼当天，同事们看到我竟然出现在现场，都忍不住讥讽我，女同事更是喊来保安要将我赶走。我直接坐上婚宴主桌席，不解地笑：何洁，今天你和我爸的养子结婚，我怎么能不来给你送祝福呢？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今天一进公司的门，我就感到气氛有点不对劲。刚到了工位，何洁就捧着一大把的巧克力开始满屋子的给。她喜气洋洋宣布自己国庆节要结婚了，随即又从包里拿出请柬，到时候你们可都要来啊！李培夏翻出荷叶，惊呼出声：你要和公司太子爷结婚了？何洁挑了挑眉，一只手放在嘴边示意他小点声。他神情有些得意，说话都带了几分傲气。是啊，我早就和你们说过，太子爷我势必拿下。随即他扬了扬手里的请柬，这不是已经拿下了吗？我心里泛起了嘀咕，我爸有个养子我知道，今天来公司还是搭他的车来的，可他要结婚这件事我怎么毫不知情？正琢磨的时候，何洁已经发完一大半请柬了。不少没收到请柬的同事纷纷伸出手，何洁，还有我。想着来公司之前，我爸的嘱托，我也学着旁边同事伸出了手。何洁转了好大一圈，终于到了我这一侧，可他到了我面前，冷哼一声，转身将请柬放到了我旁边同事的手里。我以为是他没看见，又将手抬高了几分，可直到他全部发完之后，我都没有收到请柬。就在我准备放下手的时候，何洁突然瞪了我一眼，她嗤笑一声：淼淼，知道为什么不给你吗？刹那间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转移到了我身上，我被大家看得有些不好意思，脸颊也泛起了红晕。就当我要开口的时候，他一个箭步到了我面前，因为你不要脸，我被骂得懵住了，猛地站起身。你说什么？你凭什么骂人？他冷笑一声，凭你想勾引我的男人。我紧皱眉头，指了指一旁的请柬，你男人？你说林承言？那是我，你也知道啊，我和承言都要结婚了，你上赶着当小三。何洁不耐烦地打断了我的话，他伸了伸手，示意所有人都看过来。今天我上班的时候，发现林淼淼从我老公的车上下来，我一问才知道，她一直在追求我老公，像一块狗皮膏药一样缠着他。我直觉好笑，要是林承言真的敢这么说，那我爸早就让他滚蛋了。何洁说的有鼻子有眼，最后他一脸怒意地看着我。我知道你这种女人，表面说是靠着自己努力求上进，其实背地里靠两条腿勾引男人。今天念在我心情好，再加上我老公也看不上你这种俗物，我可以原谅。突然，他话锋一转，不过要是有下一次，就不是警告这么简单了。我整个人都被气笑了。可偏偏同事们都对他的话深信不疑，一旁的李菲菲更是直接朝我的方向扔了一个纸团。平时人模人样的，没想到被
背地里是这种货色。他啧啧两声，你这包不会也是勾引的那些老男人给你买的吧？话音落下，不少同事都笑出了声音。我低头看了看我的包，明明已经是我柜子里最便宜的一款了。当时第一天来上班的时候，组长就将我喊去办公室，他指了指我的包还有穿搭，你来上班就不要穿这么贵的衣服了，不然影响不好。风头这么大，出去了谁知道你是领导还是我是领导？我当时谨记在心，回家立马喊人定制了衣服，包也换成了几年前的旧款。李培夏鄙夷地看着我，还不会是嫉妒我们小杰嫁了个良人，所以也想试试自己能不能麻雀变凤凰吧。我压了咬嘴唇，将包往身后放了放。你们嘴里的太子爷其实是我，你们是来上班还是来说闲话的？都他妈回到自己工位！我的解释再一次被打断，组长烦躁地摔了摔门。何洁扬起笑，扭着腰进了组长的办公室。再出来的时候，是组长亲自开门将他送出来的。他一时风光无限，组长更是谄媚地跟在他身后。何洁同志的努力，大家是有目共睹。这个月的最佳同事就给了何洁，大家有什么意见吗？在一片同意声中，我提出了异议。最佳员工奖，难道看的不是绩效？这个月我绩效才是最多的，为什么给他评？我有些气不过。当初来公司基层干，目的就是想让我爸对我刮目相看。这一个月里，我兢兢业业，就想拼到最佳员工，拿回去在我爸面前炫耀。为了绩效，我白天起得比鸡还早，晚上睡得比狗还晚，头发更是一把一把的掉。所有人就像是看傻子一样的看着我。李菲菲更是夹着嗓子，我说林淼淼，你这嫉妒心不要太重，组长都发话了，你又算什么东西敢质疑组长的话？我忍不住提出质问。一个月里，何洁迟到了3次，提前离开5次，她连全勤都没有，有什么资格评选？我实在是太生气了，身子都忍不住发抖。何洁没说话，只是看了一旁的组长。组长很快领议，他厌恶地挥手让我先坐下。既然淼淼不同意，那这样吧，淼淼这个月的所有绩效全部给了何洁。他甚至还为自己的决定庆幸。这样呢，可以了吧？我捂着胸口，一口气卡在嗓子口。你有病吧？话刚说出，组长脸立马阴沉下来。他指了指办公室，林淼淼，官大一级压死人这句话你听过没有？在这里，我才是组长，我的话就是圣旨。你算他妈的屁啊！我简直不敢相信，都现在这个时代了，还有职场霸凌的存在。李培夏在一旁拍手叫好，组长你不知道，林淼淼可下贱了，他还想背着小杰勾引太子爷呢。说着，他捂住了嘴巴，笑了几声。可惜啊，自己什么货色不知道。组长听的眼神都亮了亮，他不怀好意的上下扫了我一眼，倒是给我当小，我能接受。哪里够啊，组长，你也不看看人家背的什么包，不是60、70岁的老头子，根本包不起。何洁双手环抱着胳膊，林淼淼，本来我想着忍一忍，可很显然，大家对小三都很痛恨。我捏紧拳头，我不是小三，请你们停止造谣。可我的话落在他们耳朵里，更像是一个天大的笑话。何洁耸了耸肩，随你怎么说，反正我和程岩马上就要结婚了。今天也是给你一个警告，以后要是被我看到你敢纠缠我们程岩的话，我就扒了你的皮。他冲我咬牙切齿地说完这句话，我被他的神态吓得打了一个激灵。不少同事也附和何洁，小洁，你人美心善，要是他敢偷我男人，
我早就打死他了。我没有说话，自顾自地坐在了椅子上。婚礼还有几天的时间，我比何洁更期待那天的到来。从小我就被我爸送出国念书，他和我妈觉得孤单，在问过我的意见之后，领养了一个小男孩，也就是林承言。之前我和他都是在手机上联系的，这次回来才见了真人。他对我很是客气，毕恭毕敬的。我不止一次说过，都是一家人，不要这么疏离。后来我提出要来公司工作，他更是直接表示将我安排到总经理的位子。我爸打趣我，纸老虎，我要是你，我就从基层开干。我心高气傲，当即和他打了一个赌，要是我能坚持下来，且业绩不错，爸你就和我道歉。可万万没想到，就是我这个决定给我带来了无妄之灾。昨晚上的项目让我心力交瘁，直到凌晨5点才完成。今天起来才发现快迟到了。林承言看出我的紧张，立马表示他送我上班。没想到就是这个举动被何洁看见了，不仅看见了，还被他说成小三。我的解释在众人眼里也显得有些苍白无力。最无力的是，现在林承言去外地出差了，这会儿还在飞机上，电话根本打不通。我又好面子，不想让我爸知道这些糟心事。在听完我的话后，何洁更是直接大笑起来。她捂着肚子，好好，我也不怕告诉你，承言注重隐私，一般人根本不可能被放进来。他随手拿起一旁同事的请柬，这个才是通行证。我很期待你那天能参加我的婚礼哦。不过要是实在进不来的话，我可以拍视频给你看。李培夏更是对我贴脸开大，他一把将请柬拍在我桌子上，淼淼，到时候可别因为进不来觉得丢了面子，回家盖着被子哭。好啊，我顺势坐了下来，开始了今天的工作。至于组长那会儿为了巴结何洁要将我绩效转移的事，我只当他是胡言乱语。这件事之后，我自然而然地被孤立了。吃饭的餐盒里时不时出现一些垃圾，更甚至还有痰。为了我的安全，我只好趁着所有人午休的时间下楼去吃。再回来的时候，我的桌子已经被人摧毁得不成样，桌面上更是被人用口红写了大大的小三去死的字样。我环顾四周，所有人都期待着看我发疯，可我只是淡淡的擦去痕迹。在他们眼里，我就是一个小三，他们这么做也是为了给何洁伸张正义。可没人在乎真相，所有人都觉得我这样是活该。一个攀权位勾引别人老公的女人就应该被这样对待。可他们越这么做，我就越兴奋。只是我没想到，我的一再退让让他们更加过分。第4天早上，我刚打开电脑就发现了异样。昨晚上我要死要活做的方案没有了，我找遍了所有的文件夹，都无功而返。甲方下午就要方案，我急得额头都冒出了冷汗。方案呢？我的方案呢？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，何洁给了我答案。你的方案在这里。他不屑地朝我扔出一个文件夹，我快速地翻开，确实是我的方案，只不过最后一页的签字上写的是何洁的名字。我瞪大双眼，这不是我的方案吗？为什么是你的名字？他像是没听到一样，自顾自将方案拿了回去。你都说了，上面名字写的是我的，你怎么证明这方案是你的呢？有证据吗？这下我彻底明白了，之前组长要我的绩效是什么意思了。我笑出了声音，好，是你的，你拿了就好好收着，到时候别后悔就行。我的话落在他耳朵里，让他不免想笑。比起方案，后天就是我的婚礼了。他冲我吐了吐舌头，到时候希望可以看到你哦。我敲了敲桌子，
回应了他的挑衅。我也是。下班之后，我火速泡了澡，算是洗一洗身上的晦气。也是在这时候，我妈才告诉我，林承言要结婚了。是吗？婚礼现场在哪里办呢？我妈犹豫了一下，你爸说在咱们老宅办就行。我点了点头。老宅是我爷爷奶奶留下的，房子写的是我名字。这个晚上我睡得很香。第二天醒来，何洁就在群里发了好多照片，这是我的婚礼现场，大家到时候凭请柬进来。最后他还特意艾特了一下我，淼淼，希望到时候我们可以见面。我正看得津津有味的时候，林承言敲响了我的门，他有些局促，姐，我想请你帮个忙。什么忙？你说吧。他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。咱爸现在还在国外没回来，咱妈这2年身体一直不好，明天还是大风天气，她不能冒风。我想让你做我和我老婆的见证人，可以吗？我心中暗喜，但面上还是很淡定地答应下来了。时间很快就到了第二天，为了弥补我爸不能回来的遗憾，他甚至还提前和工人沟通，到时候视频连线。我坐在主位，等着何洁的出现。先进来的是我们的那些同事，他们进来甚至都不敢乱看，直接低着头找了位置坐下。很快，何洁出现了，她一袭白色的婚纱亮相，引得同事们直夸她马屁。承言还在换衣服，我先去主位敬酒。看着越来越逼近的身影，我更兴奋了。何洁拿起酒杯，低着头喊我，姐姐，谢谢您来参加我的婚礼。下一秒，她抬头看我，就像是吃了屎一样难看。林淼淼，你他妈怎么进来的？说着，她就开始撕扯我，赶紧滚！这位置是你能坐的吗？我一把甩开她的胳膊，我怎么不能坐了？保安，保安！来人啊，把这件女人给我赶出去！他的声音很大，同事们都闻声过来了。林淼淼，你还真是阴魂不散，赶紧滚出去，别破坏小杰的婚礼。我半抱着胳膊，有些不解。今天我弟弟结婚，身为姐姐的我是来给你们送祝福的啊！何洁情绪很是激动，她大喊着：保安呢？死哪里去了？为什么能把这种人放进来？保安，保安！他拼命地吼着，整张脸都憋得涨红。来的宾客大都投来好奇的眼光，可何洁就全当没看见一样。人呢？都给我死哪里去了？他愤愤地回头看我，眼神里多了几分怨恨。林淼淼，我真是小瞧你了，你该不会是看我群里发的那些图片然后翻墙进来的吧？见识过他的无耻之后，他能吐出这句话，我已经见怪不怪了。我摇了摇头，都说了我是林承言的姐姐，你还不信？你撒谎！李培夏冲到我面前，就准备拉着我离开。你别不要脸了，当小三就算了，还要闹到人家正主面前。他扯着我的胳膊，我被他硬生生地拉了起来。越来越多的宾客看了过来，何洁像是发现什么一样，她冷冷一笑：你说你是承言的姐姐，那这些来的人怎么不认识？我无奈地摊开双手，我从小就被送出国了，不认识我难道不正常吗？这下何洁像是抓住了我的把柄一样，她激动大喊：你他妈少胡说八道了，我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请你立马滚出去！紧接着来了好多保安，何洁嫉恶如仇地指着我：你们是怎么看的？这种人怎么给我放进来了？不是提前说了有请柬的才可以进来吗？难道他有？何洁一同输出，最后挥了挥手，赶紧把他给我拉走。保安本来是想动手的，可在看了我的脸之后顿时愣住了。何洁见保安没有动作，气得直跳脚，赶紧把他赶出去啊！周围同事也都厌恶地看着我，
赶紧走吧，在这不尴尬吗？是啊，林淼淼，你非要破坏小杰的幸福吗？真不要脸！我要是你，早钻个洞，羞愧致死了。他们骂我的声音越高，一旁的何洁就越得意。生气让人失去理智，丧失思考的能力。就比如现在的何洁，她一心认为我是通过极端方法进来的，还做到了主桌挑衅她。我就静静地看着她发疯，好半天，她冷静下来，死死地盯着我。忽然，她莞尔一笑：“我知道了。”我满是好奇地看着她：“你知道了？知道什么了？你是嫉妒我能和程岩结婚，但是你不能。”她咬了咬嘴唇：“这样吧，既然你非要看，我也可以让你留下。”我似笑非笑地看着她：“我能出现在你的婚礼现场，是因为我是你老公，林程岩的姐姐。至于你为什么没有听过我，那是因为我……别发疯了！”我的话被一旁的李培夏打断：“太子爷有没有姐姐，我们不知道吗？”我挑了挑眉：“难道你知道？”李培夏拍了拍胸脯：“我知道啊，人家姐姐现在还在国外。”突然，他像是明白了什么一样，指着我：“你也知道这件事，所以来冒充他了，是不是？”我顿感无语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迎着对周围人的指指点点。何洁又来了脾气：“林淼淼，你这种下等人，我愿意让你看一眼我的婚礼，我已经很给你面子了。”他双手环抱着胳膊：“但是现在你必须要滚了，你也不想被我老公直接赶出去吧？”他话刚说完，林程岩来了，他挤进人群，皱着眉头扫了一圈，说话也没了好气：“你们没有自己的位置吗？都围在这里干什么？”所有人被吓得都噤了声。何洁脸上有点挂不住，她亲昵地挽上林程岩的胳膊，指了指一旁的我：“老公，我刚才正说保安呢，怎么能让这种人进来，脏了我们的婚礼？”林程岩立马转头看了过来，看到是我之后，脸色大变：“姐。”我点了点头，又指了指自己，问何洁：“你说我什么人，不可以进来吗？”说着，我拉了拉林程岩的胳膊：“你说我不能参加你的婚礼吗？”林程岩急忙推走何洁：“姐，你说什么话呢？别打趣我了。”我讪讪一笑：“没有啊，是你老婆说让我滚出去的。”我正准备滚了，听到我们对话的同事脸色一个比一个精彩，好似调色盘一样难看。何洁更是哆哆嗦嗦地问：“程岩，这是你姐？”林程岩嫌恶地看着他：“不然呢？我就一会儿没看住，你就惹事了。我不是告诉过你我家人在主桌，让你过来敬酒吗？你倒好，还想着把我姐赶出去。”这下何洁的差点跪倒在我面前，她急得眼泪都快涌出来了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淼淼是你姐。”说着，她靠近我，拉起了我的手：“淼淼，不，姐，之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狗眼看人低，你不要和我计较。”林程岩不是傻子，他也听出话里的不对劲：“你什么意思？”说着，他又求助地看着我：“姐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”我大度地挥了挥手：“其实也没有什么事，不过就是你的老婆。”何洁带头孤立我，说我是你的小三。最近我不是让王妈给我提前做好饭送公司吃吗？那是因为我的餐盒被人为的破坏了。我越说，林程岩的脸色就越难看。何洁更是在一旁低着头，不敢抬眼看我，身子也不住的哆嗦。其实也就是小问题，何洁要我的绩效，我给了。今天和一厅公司的合作方案也被何洁拿了。我扬起嘴角：“程岩，你这老婆娶得好啊，有上进心，但是就是想靠着别人的努力上位，我不喜欢。”话说完，何洁一把坐在了地上，林程岩胸口快速的起伏，脸色阴沉：“
周围不少同事见风使舵，赶紧跑了过来。为首的李培夏赶紧和我道歉：“对不起，淼淼，之前的事是我的不对，但是我也是受了这个何洁的误导，我给你道歉。”我冷笑一声，诚言：“其实也没有什么事，怪我那天坐你的车上班，被大家误会我是你的小三。”闻言，林承言再也忍不住了，他一把将何洁拽到我面前：“你他妈是不是疯了？”何洁哪里敢说话，只是一个劲的道歉。好巧不巧，组长来了，他手里还捧着一束花。有人来了，林承言自然收敛了几分，他松开抓住何洁的手，问：“你来这里干什么？”组长讨好的看着他，急忙开口解释：“这是我给您准备的花束。”是何洁开的口，说想要新鲜的百合，话还没说完，他就直接被我弟赶走了。我捂着鼻子，忍不住的后退，赶紧带走。我对这花过敏，我对花粉过敏这件事知道的人不多。林承言知道，所以他婚礼上没有一束花，全部都是用假花替代的。组长本来就要收起花了，可看到说话的人是我之后，立马变了脸。他有些嚣张的走过来：“你，林淼淼，你怎么会在这？你真不要脸！为了破坏何洁的婚礼，你还真的不择手段。”眼看他的手就要碰到我，林承言直接伸手挡住了他。“你要干什么？”组长满脸堆笑：“是这样的，太子爷，这女的品行败坏，是被人包养的小三。”周围同事都在不断示意他住嘴，就连何洁都忍不住咳嗽了好几声。可组长就像是没看到一般，更加起劲：“您不知道啊，这婊子第一天来的时候，全身名牌，她这么年轻，除了被人包养还有什么？而且她业务能力也很差，我都准备辞退她了。”我在一旁听的怒火直接起来了：“你就凭我穿得好就说我被包养了，那就不能是我家有钱，有钱人不生女儿。”组长被我呛了一下，说话也没了底气，索性他直接破罐子破摔：“你少来，别以为太子爷在这你就有撑腰的了，人家可是何洁的老公，你算什么东西？”一旁的弟弟彻底忍不住了，正欲开口的时候被我拦了下来：“那你凭什么说我业绩不行呢？在咱们办公室里，我绩效第一，每天兢兢业业，要不是你擅自把我绩效给了何洁，现在最佳员工是我才对。”一旁的李菲菲急忙附和我：“是啊，组长，人家淼淼才是最佳员工。”被驳了面子的组长显然气不过：“李菲菲，这里有你什么事？”他完全忽略掉李菲菲给他的提示，离我更近了一步：“林淼淼，你自己偷懒没有业绩也就算了，现在还当着太子爷的面上质疑我。”说着，他求救地走到我弟身边：“太子爷，你可一定要给我做主啊！”林承言彻底忍不住了，他一把盖着组长的脸，推他倒地：“你他妈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这是我姐，她有多少绩效我不比你清楚。”本来还踉跄起身的组长彻底没了力气：“什么？林淼淼，你……”我无奈地摊开双手：“还有什么话和警察说去吧。”林承言的婚礼被保护得很好，外面不仅有保安驻守，还有警察。我按了一旁的呼叫机，立马来了俩警察。见我来真的，地上的组长彻底急了，他连滚带爬的扑到我的脚边：“是我的错，我是小人，您不要和我计较。我之前说的那些话就是和您开玩笑呢。”我不可置信地问他：“你说我是被老男人包养也是开玩笑，你擅自把我的绩效给了别人也是开玩笑。组长，你的玩笑有点太大了，我开不起。”说完，我一脚将他踹翻，然后给警察亮出刚才的录音：“我告他诽谤我，
还侵犯了我的权益。警察也是毫不客气，物证人证都在，组长直接被毫不留情地拖了出去。看到这一幕的何洁也彻底傻了，意识到我来真的之后，他开始给林承言求情。我淡淡地看着弟弟，指了指一旁的何洁：“你眼光这么差吗？”被我说到的弟弟脸色一红，尴尬地挠了挠头，他有些烦躁。我其实也不想娶她，可我没有办法。何洁眼角还挂着泪，听到弟弟说这话，顿时急了：“你说什么？你不想娶我？”比起这句话，给他杀伤力最大的还是周围同事的笑。这些人大都捧高踩低，刚才组长的场景，他们自然也是看到了眼里，所以态度转变得很快。李培夏更是为我伸张正义：“何洁，之前在办公室的时候，你有意引导我们误会淼淼是小三。”李菲菲赶紧附和：“是啊，害得我们都不敢接近淼淼。你发请柬的时候故意不给淼淼发，不就是在警告我们不准搭理淼淼吗？你还私自联系组长，让他把淼淼的业绩给了你，你这么做不就是职场霸凌吗？”俩人一唱一和，属实把我看得乐了。何洁不可思议地看着他们：“我什么时候让你们孤立淼淼了？你们胡说什么？现在想把所有的屎盆子扣到我头上是吧？做梦去吧！”李培夏扯着嗓子：“难道不是吗？你让我在淼淼桌子上写小三的时候，你忘了？”李菲菲也不甘示弱：“你让我踩坏他餐盒的事情，也不想承认了吗？”几个人吵得我头都大了。林承言看出我的不是，直接喊了保安，把他们都拉出去。这种人怎么进来的？人一走，何洁就像是泄气的皮球一样，她可怜兮兮地看着我弟弟：“承言，你不要听他们乱说。姐，我真的没有让他们做过这些事。”我摇了摇头，是与不是，答案已经不重要了。我现在并不想追究。林承言烦躁地推开他的手，随即将他的戒指摘下：“这婚不结了。我要是知道你孤立我姐，欺负她，我早就让你滚蛋了。你那里还有什么资格站在这里和我说话？”何洁人都傻了，他瞪大双眼：“你说什么？”林承言这次直接喊了人：“我说的已经够清楚了，你对我姐都敢不尊重，以后呢？岂不是要翻天？”何洁一把鼻涕一把泪，她拼命地扯着林承言的胳膊：“不要，不要！我那是不知道你有姐姐，你曾把我当成女朋友吗？当成家人吗？直到今日，我才知道你有姐姐。你爸妈呢？为什么结婚的日子不出现？”她像是发疯了一般扑了过来，死死地抱着林承言。所有人都被这激烈的一幕吸引了目光，可何洁就像是不知道一样，她又哭又喊：“我不要和你分手，你不能这样，是你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你家里人的情况。”林承言冷笑一声：“所以你就能依仗我的身份欺负别人了吗？这要不是我姐，你会道歉吗？你不会。”他撕扯着何洁的手：“你和我在一起不就是为了身份吗？不就是想着高人一等吗？现在滚！我还可以让你以后有份工作。”眼看林承言下定了决心，何洁转头把心思放到了我身上：“淼淼，姐，求你了，帮我说说话好吗？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你和承言说说好不好？我不能和他分开。”我一把将他推开。他可不是知道自己错了，而是知道他要和自己的富贵生活告别了，所以他怕了。承言是独立的个体，我不能给他做主。何洁面如死灰，拿出了杀手锏，她捂着肚子：“我怀孕了。”林承言，你不要我可以，但是你不能不要自己的孩子。我心里暗喜，终于等到这句话了。昨天晚上我找到林承言，问他为什么要结婚，他很是懊悔。
我也不想啊，可是我要对人家姑娘负责。我不解，忙问原因。他结结巴巴地告诉了我，原来2个月前他参加饭局，被人灌醉了，之后就不省人事了。等他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发现和一个陌生女子躺在床上，那女子就是何洁。人家姑娘什么都不要，钱也不要。我当时听到这话都笑了。何洁多大的野心啊！不要钱之后，弟弟对他很是愧疚。就他在公司入职了，可人心不足蛇吞象，更何况何洁的目标一开始也不单纯。1个月前，他主动联系弟弟，告诉他说那天之后他就怀孕了，现在孩子越来越大，他没有能力抚养。林承言更愧疚了，立马表示自己会负责。何洁也一个要求，那就是立马结婚。事出突然，我爸根本赶不回来，弟弟骨子里也不想结婚，就将这事拖了很久，直到前天才告诉了家里人。何洁的话让弟弟冷静下来，我拍了拍手，你肚子里有孩子吗？被突然指到，何洁有些心虚，说话都有些磕巴。对，我怀孕了，你必须负责。这话一出，弟弟又有些犹豫。我伸出手，让医生来一趟，就知道是不是怀孕了。此话一出，何洁立马大骂起来，骂林承言没有良心，是人渣，骂我得了势，猪狗不如。昨天一听林承言说原因，我就猜到了何洁撒谎。她在办公室经常偷偷喝酒，再加上都是女生，生理期也照常来，所以我提前安排了医生来。何洁的泼妇样成功磨灭了弟弟对她最后一点耐心。医生来了，直接把脉，最后摇了摇头，没有妊娠反应。刹那间，弟弟气得脸都红了，何洁喘着粗气，脸色灰白，最后被保安拉了出去。这件事之后，我重新回了公司，和我一个办公室的人全部被开除了，来了一批新面孔。后我爸回来这天，我和弟弟都选择对他隐瞒了这件事。我拿着奖项递了过去，怎么样，爸？我这能力你还满意？满意，满意，不愧是我的女儿。我凭借着自己本事走到经理的位置。弟弟也告诉了我何洁的最新消息，他用同样的办法上了张总的床，结果还没怎么样就被人家老婆抓住了。张总老婆是有名的悍妇，直接打断了何洁的2条腿，最后赔了钱没事了。我点了点头，这个结局确实适合何洁这种不安分的人。后来我偶然去夜市吃饭，在哪里看到了李培夏，他一手拿着烤串，一手拿着蘸料，想来也是，这种行业的败类，哪家公司会要呢？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